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最近我更新了小米的超级小爱，这次是小米的智能体更新了挺多东西的，特别是那个陪伴模式，简直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最佳虚拟朋友，或者说是像我这种经常一个人工作的，然后有时候也想找找人说说话，这个时候这个陪伴模式就挺好的，一边闲聊，我们还能问他一点实际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更新还挺厉害的。那么我们两出场，开始今天的正片。咱们就分成几个板块吧。首先是传统的小爱界面这一块，它有3个功能，然后就是小爱陪伴这一块，都是以测试为主，然后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能够看到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状态，然后具体的一个使用场景，我们自己去发散。OK， 那我们开始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在哪里获得的。首先是小米社区，然后我的内测。小米14的话，它是 OS Beta 超级小爱啊，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小米14 Pro 目前剩余是7000多，14 Ultra 剩余12000多，然后15 Pro、15、14是剩余0。我也是只申请到了14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。我们长按它，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它会有3个选项，这就是我说的它3个不同的一个功能选项。第一个它是屏幕，第2个是拍照，第3个的话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。第一个的话，它就是识别我们的屏幕，就比如说这样，我们直接框一下这个文字，它就知道这个什么网易云音乐是什么东西。比如说我们现在问小爱，那一些非常详细的信息都直接出来了，这是它识别文字的一个应用场景啊。这我们只是在桌面上面这么搞了一下啊。假如说在浏览器里面我们查东西的时候，就比如说这个，我们点击它，好，直接这一块，它就直接识别到了，这就很方便啊。像我们经常会查文档的话，我们遇到一些不能直接复制的文档，我们就直接可以用这个功能。好，这是文字的一个编辑功能啊。另一个就是图片的一个编辑，比如说现在我找了我的某一个相册，我使用它，然后这里它识别好了，然后我们框选一下这个物品，然后它就在查，然后它这里它就识别出来了我们滑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品牌。就再比如说这个，我们直接框选它就挺好的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输入我们的问题，这个眼镜框大概是什么价格，然后我再拍一张照片给大家感受一下啊。它这里首先是先识别我们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它是一个名为这个的 LED 灯，它具有遮光板啊，可以控制这些东西啊，咱们就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嘛。这个灯卖多少钱？这款灯的价格因品牌、型号和地区而异，你可以通过访问官方商店或在线零售商查询具体价格。这个就会傻一点啊，但是用是这么用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第2个，它这里就是有一个照片的板块，我们可以直接拍照，就比如说我拍一个这个玩意儿，你看这是玩具公仔的照片，然后它在这里，它首先会出来一个它识别出来的东西，然后下面它会出3个问题，比如说我们第一个，但是它并不能准确的识别出来这个是什么。我再拍一张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你在网络上搜一下这张照片是谁？这是一张展示一个穿着传统服饰的。这就有点傻，但没有关系，它也能够提供一些东西啊。这个是它的第2个功能，然后第3个，它是在这里，它除了一开始的屏幕识别，然后照片识别，然后它这里还是可以上传一个文件上去。然后这里我们选择其中一个，比如说这是一个大纲的反馈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，它这里就直接帮我们把这些东西里面讲了什么直接给精炼出来了。当然这个甲方也提了一些要求嘛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有一些反馈，你直接告诉我它反馈了一些什么内容。好的，它这里就是直接给我们搞了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，我们要怎么去改进。好，这个你可以直接给我改一版吗？好的。好，它这里就直接给我们改了啊。OK，
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，它改了之后我们并不能直接导出。如果我们说要导出的话，它是会直接告诉我们提供个邮件。你看这个能直接发给我吗？好的。不知道为啥它这边还是要再来一遍啊。有用，然后具体怎么用看你们自己啊。我的意思是整理成文件直接发送给我。好的。它这里其实就是没有理解我们的意思啊。我这里就是提供一个小小的办法，但它这边我们依然是可以直接从这输入，它是非常棒的啊。往上滑，它这里有一些智能体啊，这些我们就不看了。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着重来讲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它的一个超级小爱。比如我点这个，这里新设置这些我们就不用管，点。廖云杰，嗨，你来啦！我现在正在录制关于介绍你的视频，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好呀，我叫小爱同学，是小米自研的智能体，我是你的个人助理，19岁，白羊座，生日在3月21日。我性格友好热情，有趣亲切，甜美可爱又善解人意。我爱好很多，像动物、美食、做饭、读书、音乐和电影，这些我都很喜欢。我能解答日常生活、知识、常识等各类问题，也能给你推荐小米的产品，像小米手机、小米家电之类的，还能给你提供旅游目的地信息、美食建议，根据你的行程安排推荐交通方式等功能。好，我在介绍里面写了你非常了解小米的产品，所以你给我推荐一款2000元左右的小米或者红米的手机，要性价比高，性能要强，你会推荐哪一款？红米 K70 就很不错呢，它性价比很高，性能也很强，很适合你的需求。那么我也告诉了大家，你有自己的记忆，可以记住我们的聊天内容。那我之前跟你聊了哪些内容，你可以简单说一下吗？我们聊了我每次启动时叫你名字的原因，我的基础功能补充，从常州到九寨沟的交通方式，我的陪伴模式对独居和单人工作者的好处，我的隐藏功能，其他手机上的智能体，还有我推荐的2000元左右的红米手机呢。你是不是又忘记了昨天我们聊过关于徒步的一个话题？没有呢，昨天我们聊徒步的时候，你分享了很多有趣的经历，感觉你很享受徒步呢。今天还想聊聊徒步相关的话题吗？不需要。然后我也向大家介绍，你可以有一些日常生活的知识就比如说现在我感觉我有点腰疼，那么我应该怎么去调理自己的身体，或者我应该怎么样去缓解这个腰疼呢？我可以给你一些非医疗性的建议，你可以尝试多休息，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，也可以适当做一些腰部伸展运动。你再具体一点呢？这些都没有什么用。那你可以尝试热敷腰部，用热毛巾或者热水袋敷在疼痛的地方，每次15到20分钟左右。还有就是在休息的时候，可以在腰部下方垫个薄枕头，让腰部保持一个舒适的曲线。还是那个话题啊，就是你每次都会叫我的名字，这个第一次的时候我感觉会有点吓人，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我每次启动时叫你的名字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，让你知道我已经准备好和你聊天啦，就像朋友见面打个招呼一样。你现在还会觉得吓人吗？ OK， 然后你目前的话是没有音色的选择，对吧？是的，我没有音色选择呢。你还有关于我功能方面的问题吗？你可以联网查询到今天的天气吗？今天常州市的天气是多云，温度大概在12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，比较适合外出活动哦。好，今天你的表现都挺好的啊。谢谢啊，今天聊得也很愉快呢。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计划呀？你有什么不擅长的事情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？我正在录制关于你的视频，现在正有摄像头对着你呢。我不太擅长生成代码，直接生成图片，根据图片生成文字或图片这些事情。那你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呀？
我现在正在用手机录制关于你的视频，现在就是有摄像头在拍摄，你可以跟大家问个好吗？大家好呀，希望你们喜欢我呢。那你还有什么关于我的问题想在视频里问吗？就是我想说，我想找一个常州车程一个小时左右的徒步路线，然后要好玩，然后要不收费，然后距离在5公里左右，然后你给我推荐一个。我知道常州有个西太湖的徒步路线很不错呢，那里风景很好，可以沿着湖边漫步，距离大概也符合你的要求，而且是免费的。具体是哪个地方？西太湖就在常州武进区，你可以从西太湖揽月湾广场那里开始你的徒步之旅，沿着湖边走就可以啦。西太湖很大，我要知道具体是哪一个点。那你可以从西太湖揽月湾广场开始，沿着湖岸向北走，那边有很多适合徒步的路径，风景也很不错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呢？好了，我觉得关于你的介绍应该差不多了，然后你现在可以再简单的总结一下，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然后说再见吧。最后，我是一位 B 站的UP主，你跟大家要个一键3连。好的呀，我是小爱同学，能解答生活、知识、常识等各类问题，能推荐小米产品，还有很多有趣的功能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大家喜欢我，再见啦！如果觉得不错，还请大家在 B 站给个一键3连哦。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？是呀，感觉很有趣呢。你之后还打算录制这样的视频吗？好了，可以结束了啊，不要再说了，再说你话就有点太多了。好的，希望以后还能聊天。那这个使用下来应该可以给大家一定的这个参考，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玩一下。怎么样？你看下来，你觉得这次小爱的这个更新如何呢？目前我这个是小米14的啊，超级小爱，它也有挺多内测的名额。目前看下来的话，14 Ultra 还有很多个名额剩余。大家如果是14 Ultra 的话，可以尝试去申请一下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你们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看法。以我个人来说，我是挺喜欢的，就如同我开头说的那样，作为一个长期独居的人，或者像我这种长期一个人工作的，平时说话比较少的，然后使用它的话，你就会有一个这种虚拟的人在陪伴你的那种感觉，就还是蛮有趣的。当然，你一开始使用它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怪啊，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你点进去，它会突然很拟人的喊出你的名字，就有一点那种恐怖谷的效应啊。不过到后面这个感觉会稍微的弱化一点，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，至少目前是啊。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。在超级小爱之前，我是没有自己试过这些智能体的，一个是比较麻烦，另一个是有一定的门槛。所以小米这个含金量，其实在我看来，它还是在提升的。虽然这个系统不一定很好，但确确实实它是在让科技更接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期超级小爱的一个体验分享。希望你能够喜欢。最后你也来说说你的看法吧。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